旧的旋律装满了回忆，伴着我，在每一个没有你的夜里，落在时光里的你，是否和我一样会叹息？如果多年以后，那曾笑谈着的结果，谁曾想过，真的败给了生活？至少我曾义无反顾勇敢过，就算会落寞，就算错过，一样值得。多年以后，你依然还在我身后，拥抱着我，路过窗外的烟火，挥挥手，在即将到达的路口，这如果也是一种结果。哎，等一下，这个空间狭小，空气稀薄，咱们限人数，咱就女士优先吧啊！哎，1、2、3，哎，你上吧，快！哎，女士优先，不好意思啊，不好意思。好，可以了啊，你们等下一把啊。挺麻烦了啊，不好意思啊，不好意思。行了，可以了。我差这2步了。早早。啊。早。哎。早。早，给你早。来。你们手机手，你们公司这么多电脑，安全第一。哎，听话。老大，那个咖啡泡好了，放桌子上。哎，好。你嫂子现在不能喝咖啡啊！来，给你嫂子杯子，温的啊，千万不能太热。下班我来接你啊，安全第一啊！菜齐了，这怎么全是生的？这不有熟的吗？你把我们当兔子了！你媳妇儿需要营养。这你们就不懂了。我看过一篇养生的文章，他说所有这个煮过的蔬菜啊，里面的酵素全部都被破坏了。但是这个黄瓜就不一样了，你们没有感受到它旺盛的生命力吗？你们以后得听我的，要学会养生。我现在要去叫外卖，想吃的跟我来。我吃烧烤。我吃馄饨。好。给我点2个腰子。你怎么没去倪家来啊？这怎么哪儿都能遇见你这就是缘分啊！倪家来纪念品呢？啊？我辞职了。很好，好什么呀？都失业了。这正是弑父的象征。哎呀，陈大夫，这不是你真实啊。哎，辞职以后什么感觉？很平静。有没有一种满足之感？满足之后的空虚之感，空虚之后的疲惫之感？你还要继续找我来看病？你是我最典型的病例。你照着母亲的形象找了妻子，证明你有典型的欧迪普斯情节。甄大夫，我真没病。哎，你听我说。哎，你听我说，我马上就要当爸爸了。很多人呢说男人对这种事情是后知后觉，但是我现在很有感觉。性别倒错了。哎，我特别希望能在怀孕期间检查你的荷尔蒙变化。甄大夫，再也不见。不识庐山真面目，只缘身在此山中啊。公司需要新的增长点，楼宇广告虽然已经饱和，但是精准投放这块，
还是有的做的。来，我给你们演示一下。高科技啊！有没有谁想试一下的？我来试试。这个好，这个有点意思啊。明宝，来试一下。这个有点意思啊！还有谁想试一下？哎，我来。这我今天早晨刚搜的，他就知道了，侵犯我隐私。蒋梅，最近有点恨嫁啊。这是大数据的一种渠道应用，它会跟你。你今天必须来产检啊！都拖了1个礼拜了。我要是自己有那功能，我用你来啊！什么马上？你上次也说马上，我在你们公司门口等你3小时。史明宝，你知道吗？你这样做是对你自己肚子里的孩子不负责任，是对你自己不负责任。快点，儿等你啊！好，我知道了。我要去做产检。产检？天哪，你简直是西施好老公啊！哎呀，我老公他绝对不可能陪我来做产检。不是嘛，你老婆简直是身在福中不知福。我们老公肯定忙，我这闲着没事儿，我就过来了。这种事情绝对不可能来的呀！你们老公肯定是忙，没什么，我替你们老公做点什么？要不然我帮你接点热水去吧。哎，谢谢。我帮你倒热水，什么需要交费的单子吗？我帮你们带过去，帮你们跑腿。你们有什么需要告诉我啊？我先给你打点热水啊。真好。喂，我会看怎么样了？不能用手机。哦。产检呢？大夫，这是有什么问题吗？我还需要一点时间才能确定。你这宝宝是哪儿不好了吗？我上次产检的时候还都好好的呢。等一等。我就说吧，让你别上班，头疼又那么重要，你又不是不知道，这下好了吧？哎呀，我错了。哎呀，我不是担心宝宝，我担心你，岁数这么大了，身体经不起折腾。都别说了，没完了还。宫内妊娠10周，双胎。双胎？双胞胎？这说谁年代？哎，你怎么开得更慢啦？哎呀，这挺快的了，咱车上现在4个人呢。不过这一下来了俩，咱们这经济负担可又上去了。哎呀，咱俩能成。哎，你说这个到时候咱得请月嫂，得请金牌的吧？还得是2个。哎，这个婴儿用品咱得买双份啊。哎呀，完了，草率了，这婴儿车买早了，咱回头给他退了，换个双人的。你呀，还挺有当超级奶爸的自觉啊！你看，人都说了，说我性别倒错。谁呀，嘴这么坏？哎呀，不过，张张，这俩要是出来了，咱家可怎么住啊？哎呀，没错啊，现在有点住不下了，一下来俩。哎呀，没事儿，积极更健康。妈，哎，
快出！今天怎么下班这么早啊？哎呀，我们2个去产检了。哎呦，怎么样？孩子怎么样啊？啊，结果怎么样？您自己看吧。双胎啥意思啊？就是您看到的意思。 2个啊，双胞胎。真的，你看这儿一个，哎呦，太好了！你嫂子真厉害，一怀就怀俩，行啊你。那宝宝出生以后，是不是家里都没有我睡觉的地方了？有啊，厨房、厕所、床底下都可以睡。哎，别瞎说吧，快给嫂子热水，快去。哎呦。 哎，干嘛？太危险了！哎，帮着捡一下，捡一下。你不管。至于吗？来。下班了节点啊。拜拜。拜拜。 什么呀？双胞胎。双胞胎？真的？哎，恭喜啊！姐夫请客吃饭。没问题。哎，你说你都吃了些什么呀？这一下能怀俩？也就10天一个人形手屋，8天一个千年老参，5天一颗灵芝，3天一只王八，1天一只鸡。你这孩子怀的不是时候，真是。 我告诉你啊，我是孕妇，受法律保护的，别拿你资本家的嘴脸对我啊！哎，我这刚找着点成功人士的感觉，你就又给我出难题。哎，问你个事儿，你讲吧，我现在什么打击都能承受得住。有没有合适的职位能够给杨真啊？他吃得了这个嗟来之食吗？所以我说要合适的嘛。 我给你推一个猎头的微信。好，谢谢。他是公司的领导层，我的面子他还是要卖的。喂，知道了。我有一个重要的客户要去送一下。哎，这个人在朋友圈里发这么性感的照片，是个正经人吗？ 亏你还自诩职业女性，知不知道这个年头干什么都要看脸的？我没听说找工作还要看猎头好不好看的。家里的糟糠之夫还当成宝了。跟你这种分分钟结婚离婚的人哪能比呀？我们这种传统的也只能在乎在乎家里的那个了。谢啦。婉儿姐，这儿有个你们老大的快递。谢谢啊。不客气。 哎，婉儿，我昨天管你要的安泰的方案你还没给我。一会儿的，我先把快递给老大送去。那你别忘了，很着急的。老大，进。快递。谢谢。沈明宝怀孕，总经理职位可能出现空缺，还有新飓风。沈大经理如何？告诉过你，许可欣不简单吧？如此看来，总经理宝座又将易主。老板这边请。薛总，你们坐吧。没关系，没关系，这边请，这边请。好的，好的，好的。再见啊。哎，好，再见。你俩先去忙吧。好的。 我这刚怀上孕，你就跟别人打情骂俏啊？什么情况？这个叛徒这么快就发给你了？我是要吃醋的。我告诉你，你要是个男的，绝对是个渣男。你也得体谅体谅我的感受。你一个孕妇，1级保护动物，还闹过劳务纠纷，谁敢把你当成劳动力啊？我哪儿像孕妇了？你看我像吗？我像吗？我不是个正常人吗？别自欺欺人了，行吗？
从闺蜜的关系上看，我恭喜你造人成功；但从雇佣关系上看，这的确是个噩耗。你得允许我找个备胎啊。可以啊，那这个人情得算我的。在戚薇那儿，这事儿得是我主动提出来的。好，好，好，你们师徒俩自己勾兑去吧。行。看，这个是给你的，这个是给宝宝的。你这来就来吧，还带什么东西啊？真是，快坐，快坐。手机给你倒点水。哎呀，你不用麻烦我不可。没事儿，没给你说是没到3个月呢，好多人不知道这事儿，没敢声张。哎呀，确实，这个月份得小心。来，喝水。哎，我听薛可欣说，是你建议我回公司的。那当然了，我嘛肥水不流外人田，当然是要推荐自己人啦。我真没白疼你，正是时候。哼，怎么啦？哎，我当时啊是被爱情冲昏了头脑，现在冷静下来了。还是那句话，只有工作是安身立命之本。我刚工作的时候，你怎么给我洗脑的呀？你还记得吗？工作呢是越付出越有安全感，感情呢是越付出越没有安全感，结果自己挖个坑给自己跳进去了。哎呀，爱情还是要有的嘛。只是我辞职之后呢，我这位老母亲唯独的化妆机会就是去开家长会，好多化妆品都放过期了。大哥啊，那小胡他现在还那么忠犬吗？哎，别提了。笑面虎这个王八蛋，把这事儿捅给他妈了啊！那你们不就见家长了？见了，怎么样啊？他妈可厉害了呢，见到我就说是我什么老牛吃嫩草，还上手了。你看这鹰爪功啊！哟，这挠挺严重的呀。是啊，这现在还是红着呢。那小胡他什么态度啊？哎，就是一妈宝男。那这意思你俩掰了？长痛不如短痛嘛。行，没事儿，反正咱有工作。这薛可欣啊，马上就新3板上市了。哎，可是毕竟是一个萝卜一个坑，我要去了，你怎么办？薛可欣又说了，咱们排坐分果果，一个分公司呢做传统业务，一个分公司呢做传媒，咱们井水不犯河水，互不干涉。合着你们早就想好了啊？怎么了，老公？你怎么了？你怎么了，老公？喂，有猎头给我打电话，我要有新工作了。客人，小杨，恭喜你啊！你就是那个杨铮啊？什么叫那个杨铮？刚从华盛东方出来的吧？啊，你现在名气可响了。啊，是吗？由于你的技术失误，导致了那么大的召回事件。那不是我的责任啊，这个锅我不背啊。我们不喜欢推卸责任的员工，出了问题就要勇于承担责任。是我的责任，是我的失误导致了产品召回。杨先生，我们需要的是一个业务精湛的技术总监。你的研发能力怎么样？我在华盛东方工作期间，带着100人团队主导了4项研发，全部都是封闭开发，一关就是1个多月，其中3项实际。我们公司的企业文化是快乐工作，不提倡加班。那最好，我也不提倡加班，所以我也不认同华盛东方的企业文化。但是我们是很看重员工忠诚的。听说你在华润东方的时候就是个刺儿头，还带着员工造反。我确实参与了，但不是我带的头。我确实也不认同华盛东方的企业文化。具体说一说。首先是以极低的薪资水平压榨新人，不说鼓励加班，但说鼓励奋斗，这不就是变相的加班吗？这种工作方法导致了明明可以在工作时间内完成的任务，还要拖拖拉拉、磨磨唧唧，工作效率极其的低下。因为你不加班，就等于不奋斗啊。其次，是内部竞争，
为了不被淘汰，部门之间要竞争，部门内的员工也要竞争。说白了，这是什么？这些就是内耗啊！如果一个新人好不容易通过了自己的努力混到了中层，那他就不可避免地参与到办公室政治里去。所以一旦出了问题，没有人想办法解决，都得找背锅侠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们为了保住自己手里的饭碗，没有人敢负这个责任。第三，追求成功，我们不能把不成功等同于失败啊！成不成功是谁定义的？不是我们自己，是老板。这样的评价系统本来就是不公平、不客观的。我的人生成不成功，不是取决于老板对我的赞许、公司的嘉奖，而是取决于我的价值能不能最大的体现，我的潜力有没有被最大限度的开发。这些都是需要通过公司和企业放大出来的。所以，我要再找工作，一定要找一个跟我价值观一致的公司。但是很遗憾，我想这个世界上应该没有这样的公司。我闹钟呢？我闹钟没响吗？响了，给你按了，想让你多睡一会儿。哎，我今天见客户路上有多堵，你不知道吗？戚薇不是回来了吗？让她去见客户啊。你现在怀孕了，你让她多照顾照顾你，帮帮你的忙。谁家公司养闲人呐？我不上班，身上掉馅饼啊！你说谁闲人啊？人们微信嘛。哎呀，我知道。你是心疼老婆，想让我多睡会儿。还算有良心。哎，你今天不去面试吗？不面了。为什么？不想面了。我早就上了各大公司的黑名单，叫我去面试跟看活似的，谁敢真用我？哎，我听猎头说有一家公司1试已经过了，等着去2试呢。我去了。帮我拿下手机。那这以后呢？以后也不去了。不想把伤口揭给别人看，大家都看我疼的是自己。以后啊，我就在家给你煮饭、洗衣服、带孩子。这条鱼孕妇吃了最好了。老板，再帮我再拿一条，我媳妇怀双胞胎。呵，一次性完成生育指标啊，有效率。啊，54。不是老板，便宜点呗。行，零头给你抹了50。这太不爽快了，就抹了个零头。现在生意不好做呀，理解理解吧。那你再帮我套个袋吧。哎，好嘞，好嘞，好嘞。哎呀，看不出啊，你还是个好老公啊。现在年轻人出来买菜了，可真不多了。支付宝到账50元。啊，年轻啥？都快40了。谢谢。行行行，再来啊。杨真啊，杨真，干什么呢？你这是吓我一跳。怎么了？没吃饱？做实验呢。
我把楼下超市的薯片全买回来了，看看哪种薯片分贝最低，就会通过那样的共振把电视的声音压住。你就这么无聊啊？不无聊啊。起来，起来！我跟你说了，人懒久了就会丧失斗志的。起来，去找工作。起来！2个宝宝说来就来了，咱们还得换大房子呢。民宝的肚子一天比一天大，怎么还指着一个大肚子去挣钱呢？啊？妈，你以为我不想找工作呀？你以为我愿意在家当米虫啊？我去找了呀，人家出事就把我给刷进来了。你知道有人现在像什么吗？就跟这个薯片一样，人家都把我当零食，没人拿我当正餐。儿子，逆水行舟。你要是再给我上这种心灵鸡汤的课，我就离家出走了啊！到点了，我得去上产前准备课了。则退。好，我们拿一片纸尿片，把内折叶折出来，好，轻轻的拉动一下。哎，你好，老师，不好意思迟到了。我们这是孕妈课堂，您是？啊，我报名了，杨铮。哦，好，那您请进吧，拿一下东西。仰望着高楼，不好意思啊。你好。好，来，大家都看我啊，我们继续。我们像不像？我们把这个宝宝的腿轻轻的用右手抬起来，然后迅速的将纸尿片放到他的身下。踏着风雪飘零，诱惑在岁月的潮汐。我们跑丢了自己。基于媒介中心化的传播方式已经不灵了，依靠强势渠道和广告轰炸建构起来。爱情，多少美梦成了说说而已，还好有能取暖的回忆。老公，我想喝酸梅汤。活蹦乱跳，在哪里，却又浮浮沉沉的飘荡，在哪里，停在灯火通明的夜里，我们游来游去，心却在套的形式，慢慢的把宝宝放进去，摇一摇，接触水温，摇2下，好，放到我们的澡盆当中。好啦，各位同学辛苦了，我们先休息10分钟，谢谢老师。最近看没看那个黄金档？那叫《我们都要好好的》。看了。哎呦，那个我是一边看一边哭啊！哎呀。这怀孕期间害怕这么一哭影响孩子的发育。是那戏看了，我也看，太闹心了。但是我跟你说不行，你怀孕的时候一定要保持心态的平和。我跟你说，我有个朋友的朋友怀孕的时候老公出轨了，天天干架，天天干，最后生完孩子畸形。畸形？那最后结果怎么样？离婚了呗，还能过呀？能过吗？哎呀，离婚了。我跟你说，我们一定不要有负面情绪，这样生出来的宝宝才健康。对。不过我不担心。哎呦，我老公是搞金融的，一天忙得很呐，他可没时间出。我也不担心，我老公4大的。我老婆也没时间，我老婆女强人，公司马上就要新3板上市了。这么厉害，这么厉害！小那我老婆那家伙，那但是明天商场里有个什么打折，我带你去。哎，什么打折？我明天没事，我跟你一块去。那个都是女装，去看一下。老公的女装你不懂。什么面包？一会儿下课找我。
用，到了。那你等我把车停完，送你上去。不用，我自己去就行。你一会儿有什么安排啊？那你都不需要我了，那我就出去挣点外快去呗。有人找你姐干嘛？跑网约车。那也行，注意安全啊，拜拜。哎，等，我给你开门。下班见。拜拜。妈妈，我这车涡轮增压，0到100公里加速才7秒，推背感杠杠的。哦。还有我这音响，要不要听听啊？重低音减脂，不要太爆。还行吧。那个，我这车势是有点糙啊，比起你哥那车差的稍微远点哎，但是没准你哥那车还跑不过我呢。那跑那么快干嘛？又不赶着投胎。也是。哎，妈妈，你想去哪儿？我带你去。哇，妈妈，这里风景好美啊！妈妈，怎么感觉你心情不好呀？没有，我嫂子一下子怀了双胞胎，家里肯定没有我住的地方了。我就在想，要不找个人嫁了。哦，好啊。你也觉得这个主意很靠谱吧？嗯，你那家庭关系那么复杂，寄人篱下的滋味肯定不好受。哎，不过妈妈，但是择偶呢，你一定要认真考察，仔细筛选，标准千万不要太低，但是适当的也不要太高。你一定要从人品、学历、颜值多方面去考虑。我的择偶条件呢很清楚，就是2个不考虑，一就是对感情不专一的不考虑，2就是没有8块腹肌的不考虑。你懂我意思啊？那个我又没想追求你，你的择偶标准为什么要跟我说呀？你没想追我，那你还总给我的刷宝点赞，3天2头的找我。我那是买了辆新车，我想找人分享一下喜悦的心情。哦，那行吧。哎，妈妈，你去哪儿呀？我车在那边。文件我看了啊，不可以，必须修改，按照我说的来。怎么了，小刘？感觉不太对，报警了。稍等，我下去看一下。嗯。怎么回事？对不起，赵董，车胎爆了。叫个车。是。赵董，车到了。不好意思，赵董，这是我能叫到最快的车。你好，很荣幸为您服务，请系好安全带。目的地如果变更的话，请提前通知，谢谢。哎。啊？哦。用我去接你吗？啊，我刚接了个单。离你那儿不远，你几点完事儿？司机师傅，开车能不能专心一点？这要是我家司机一边开车一边讲电话，我早点把他开掉。不好意思啊，不是你有本事照顾好你自己吗？你要没本事就让我来，我一会儿接你去啊。啊，好，先挂了不说了，我这乘客有点不高兴了。好嘞。不好意思啊，我老婆怀孕了，多说了2句，一会儿您别给我差评啊。人为什么要结婚呢？嗨，不想结就不结呗，不结婚也不犯法。是不触犯法律，
可是犯了世俗的法，犯了伦理纲常的法。嗨，现在都喊不婚不育保平安了，谁管你啊？你看我干什么？啊，我看您这个形象应该不愁找啊。凡夫俗子，以貌取人。我觉得呀，您要是单身啊，肯定是因为太高冷了。我回国来才知道，有个词叫做婚恋市场 ，you know market。谈婚论嫁已经赤裸裸的变成了交易，问斤要两，讨价还价。适婚男女已经像地摊上的苹果一样，等着被人挑拣了，卖不出去就掉价。送你一句话啊，要是生活调戏了你，还是得保持幽默感。生活调戏过你吗？嗨，我一直在被生活调戏。跟您说实话啊，我这是刚被开了，这开车现在属于是再就业。什么原因？犯小人吧。中国人总喜欢把人事失败的原因归结为犯小人，借口。哎呀，跟您说了，不信就算了。要是有人像你对你老婆那样对我，我可能会义无反顾地嫁给他，不管他老与丑，结婚与未婚。哼，我对我老婆怎么了？你稍等。我的面，没事吧？什么没事？多有事！你看我这伤，有问题解决问题，你喊什么呀？我这车就倒了，我这面都洒了，我你车倒了，你还给我车划了呢。我不管，反正你把我车撞倒了。不是我这右转线，我这右转，你怎么能从人行道上过呀？你别现在你这么开车，我有路权你去隔离带呀？你要去？我不管。你什么路权？这师傅，右转，你知道？那么快的还有事呢？评评理。不好意思。说阿姨们，你们给我评评理。哎呀，快起来吧，起来！我不起来，我腿动不了了，我。行了，快点，走了。我这怎么起来呀？我腿动不了了。起来说话。我站不起来了。明宝回来了。哎妈。哎呦，快点来！哎呦，快来！专门给你弄的有机猪蹄儿、有机黄豆，还有机酱油。妈，你快把这端走啊！啊，我现在吃不了猪，闻不了猪，听见跟猪有关的字儿，我有时候恶心。哎呦，是吗？干什么啊？不要去！那再换一个。来，酸黄瓜，尝尝。这个不错。哎，来你尝尝。尝尝。哎呀，干什么？这是给你嫂子腌的。我试试毒。你这，哇，好酸！就说让你别吃。好吃，太好吃了。多吃，来，吃。杨铮呢？拉活还没回来呢，你吃吧。哟，回来了，杨子，赶紧的，洗手来吃饭了。你们吃吧，我没胃口。你怎么了？没咋。哎，你别，一会儿我来弄。这几个意思啊？不知道啊。赚钱靠大家，幸福你我他。赚钱靠大家，幸福你我他。成功绝不容易，要加倍努力。成功绝不容易，还要加倍努力。来，大妈，这条路上怎么样？这个小学绿化是不是贼棒？哦呦，真挺好的。到时候我就住这个房间，这里有一个洗手间，小的，上面还有，当当，这是哥哥嫂子住的。好的，采光也挺好，哎呦，还能看见山呢。老腿老胳膊的，上去下不来，下去上不来。没关系，我准备了好多房型，这就是其中一套。走，我再带你去看。大妈多大了？什么？年纪大了不让出门吗？《非机动车管理办法》第31条载人规定，驾驶自行车、电动自行车，限载一名12周岁以下的未成年人。您12周岁以下吗？不是，我带我妈去医院看病啊。对，我看是后妈吧。看出来了。要不然你也不会不对她的生命负责呀。罚款。啊？
哎呀，都怨我怕打车花钱。就打车花钱，买房子不花钱，还看那么好的地段。你别光看总价格，要看性价比。大妈说了，还要有好的配套。配套特别完整，我告诉你吧，哎，从幼儿园到大学那一条街全搞定了。人家孩子还没生出来呢，你就把人上大学的都给定了。这以后这牙也没长就看上牙科了，这字还没识呢就看上眼科。嗨，未雨绸缪总是没错的。我挑的呀，都是性价比最高、房东着急出手的那些房子。那个地方马上要通地铁了，通完以后还会涨价，1000多万真的不算贵了。多少钱？1000多万。？1000多万，疯了吧？不是谁跟你们影区去看这个房子呀？是我。是不是？现在这个家，所有的事情都不需要经过我了。我是透明的，是吧？咱俩聊聊呗。哎呦，我跟你说话呢。聊聊。仰望着高楼林立，我们像不像蚂蚁？躲着生活，踏着风雪飘零，游晃在岁月的潮汐。我们跑丢了自己，我们跑散了爱情。多少美梦成了说说而已，还好有能取暖的回忆。我们活蹦乱跳在哪里，却又浮浮沉沉的飘荡在哪里，停在灯火通明的夜里，我们游来游去，心却在哪里？我们相互温暖在心底，像同一棵树，叶子共度这风雨。无畏天南地北的分离，因为游来游去，心还在一起。